好，各位马友好，我是董买买。这期视频来聊一聊小鹏 X9。小鹏 X9呢，无疑是今年的一匹黑马。在它是伪装车的时候，因为这个车的造型过于独特，加上伪装车隐藏掉了车的一些线条，大家都喊它丑。在今年1024发布会的时候，发布的又是这个土豪金色啊，那差点又让这个车翻车。但是呢，到广州车展的时候，形势一下子就反转过来了啊。X9用出色灵活的空间布局，全系标配的后轮转向，38.8万的起售价格，直接就碾压了某车型，热度呢也就直线上升了。今天呢，我特意来广州来试驾这款车啊。先从呢大家最喜欢的后备箱开始吧。一体化的压铸件给了后备箱无与伦比的灵活空间啊。这套折叠机构非常的可靠。那我咋知道的？广州车展啊，那么多人排队去看 X9，这一套东西可能每隔1分钟就要被折叠过来，再折回去玩一次吧。这么多人一直都在看着，没有人说小鹏的这套折叠出了问题吧？那就是这个可靠的。而且呢，小鹏也没有因为这样一套独特的结构而牺牲了车辆的安全性。官方数据说呢，在88公里每小时的高速尾碰下，依然可以做到碰撞力不侵入第三排座舱。从这个数据来看呢，我觉得 MPV 做的非常的出色啊。一些品牌呢，它自己没有先进的工艺，自己做不到第三排折叠，就以此来明示或者暗示的污蔑小鹏不安全。我觉得这真的很没意思，对吧？这个大深坑啊，我的书包这么厚。以后呢，再做 MPV， 要么呢你就学小鹏这么灵活，要是没有这么一个折叠功能的话，大家可能都会觉得你这个车差点意思。这就是小鹏做的非常成功的地方。再来说说冰箱啊 ，X9 呢就做了一个更大的冰箱啊。除此之外呢，我对冰箱考察的点，一个是有没有冷凝水，这个很重要。BBA 的某些车型就是会有，别看了这是个小细节，真的用起来的时候就有你烦的。那小鹏呢确实是没有，电推出的冰箱呢很是顺滑，这是我在乎的另外一个点。你好，小 P。2排请说。打开冰箱。冰箱门正在打开。那冰箱呢是有用的，我今天一直用的是42度，可以随时在24度的广州喝到冷饮料，这个还是非常快乐的。而且呢，有了冰箱，你就可以放巧克力。那对于一些老板们来说，你还可以放药。再来说说彩电啊，那 X9 呢，无疑就有一个更大的彩电，21.4英寸。不过呢，它不是 OLED 的屏幕，它应该是个 LED 啊，有说是 LCD 啊，应该是 LED 的屏幕吧。缺点呢，就是相对于 OLED 来说呢，它的黑点是不够黑的。毕竟 OLED 呢可以通过关闭像素的方式让那一块完全是黑，对比度呢理论上现在可以是无限的。我虽然呢没有带光照度计，但是我有肉眼啊。那这个屏幕呢，在车内看电视，以室外的光线照射的情况来看，看电视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可视角度，车内呢受限于后排视角的位置，我觉得这个电视的显示也没有问题。另外呢，这块屏幕做的也算是薄的，哪怕从侧边这样的角度来看，你能感受到它的厚度也是很合理的。那同样呢，这块屏幕支持0到75度的无级悬停，任意角度屏幕都可以停下来，非常适合你用各种姿势在车里看电视啊。如果你真的有这个需求的话，那总之呢，小鹏做到了。控制方面呢，电视是一个触屏，也给了一个遥控器。遥控器呢像 Apple TV 的遥控器，不过做的稍微厚了一点。触控板呢可以实现导航，按键阻尼呢也比较合适。侧边呢可以调节电视的倾斜角度。遥控器的角度呢做的是够的，但我还是期待他们除了遥控器之外，那个在手机上也做一种互联，做一些对这块屏幕的控制。毕竟在这个时代都在讲究车机互联了，光靠一个物理遥控器稍微显得有那么一些老套。电视呢本身支持投屏，支持热点共享。我前几天才知道某些移动的家啊，到2023年了，他们的车才刚刚支持分享热点给手机。原来家这么多年都是不通网的，这些车主们是怎么忍的？再来说说大沙发啊，那有2款，我主力试驾呢是这款带有通道的版本，应该也是标配的座椅。虽然是标配啊，但是它2个座椅都是有腿托的，都支持座椅的加热通风。标配的座椅呢也足够的宽大，你想要躺下来，安全带因为在座椅上，所以躺着也没有什么问题。扶手呢有弹出式的杯架，阻尼的设定呢也比较合理。2个座椅都提供了60瓦的 Type-C 接口，还有放手机的槽。实侧呢放 iPhone Pro Max 这样尺寸的手机也没有问题。那后排2个座椅呢都有前排小桌板，打开的方式呢也很经典，稳固程度也很 OK， 放笔记本电脑完全没有问题。你看，你有60瓦的电源，你有可以投屏，你甚至可以在这台车上继续卷啊。通道版本呢还有一些专属的优势，过道中央呢还可以拓展出一块桌板，
它用的呢是很经典但是很好用的物理卡扣。虽然呢我不知道怎么去打开它，但是呢好像也没有学习成本，我手伸到下面一摸，哎，我就摸到那个开关了，直接就打开了。所以这个设计呢也是很巧妙的。那 X9 呢还有另外一款行政的座椅，这个座椅的区别呢就是座椅更加宽，然后至于中间就不再有过道了。如果你第3排需要上人的时候，需要把第2排座椅向前移动，你才能上人。我试了一下这个椅子啊，这2个座椅呢都是额外具备了零重力的功能。所谓零重力呢，其实是把你的大腿根部抬升到跟心脏差不多高这样的一个距离，类似于我这台 ES8的一个零重力的模式啊。在这样的一个模式之下呢，人的舒躺确实会更加的舒服，所以呢，这个座椅让你多花钱也是比较合理的一件事儿。而且呢，扶手上各自还有无线充电板，放手机呢也更加方便。当然，60瓦的 Type-C 接口同样提供了。这款座椅呢也提供了丰富的控制能力，水杯架的开启方式呢也稍有不同。如果你不需要控制按钮呢，这个扶手甚至可以滑动覆盖上那些控制按钮。但是呢，这款座椅的移动速度比较慢。你试想一个场景啊，在下雨天气，你等着进入第3排的时候，这个一下子就没有那么优雅了。所以呢，我觉得如果第3排是刚需，经常要用的，那则应该考虑这款普通的座椅啊，已经足够好，而且呢还不用加钱。不管呢是什么版本，2排呢都有手动的遮阳帘，经典实用，1秒挂起，成本低。头部的大玻璃呢，电动遮阳帘也是有的，你可以喊小 P 给你关上。两侧呢都是电动滑门，现在去看看传统的车企，低配竟然一边要用手拉啊，真的是不够看的。另外呢，考虑到安全原因，两侧的电滑门内侧都是有机械拉手的，把那个盖板翘起来，保证你在紧急的状态下也可以开门。我非常喜欢的交互呢是两侧门板上的按钮啊，可以让你控制电动遮阳帘、升降2排车窗，按下去呢还有震动触感的回馈。其实2排控制空调的面板同样也是有触感回馈的，但是控制冰箱的按钮就没有震动回馈了。反正交互细节呢还是有一些不一致的地方啊。我还没有说腿部空间，因为在一台5.3米的 MPV 上说腿部空间其实并不太重要啊。X9 有着一条巨长的轨道，那往前呢你可以完全顶住自己的腿，前排座椅呢直接垫高，脚可以一直有地方放。向后呢你可以一直贴在第3排，让第3排都有舒服的空间。小鹏的第3排呢甚至是有电动头枕的哦，无级别的靠背角度调节。就这么说吧，如果你觉得小鹏 X9 的第3排你不舒服，你很难找到一台比它更舒服的第3排了。还有一个场景呢，就是第3排折叠，第2排尽可能的靠在前面。这个呢其实挺适合露营的，大概会在车内形成一个长 1.8 米的空间。官方呢展示了这种可爱的布局，配合呢外放电露营很好。但是呢，我要说一个更加直接的场景啊，就在这么一个空间内，啥也不干，你就坐在车里头，头靠在后备箱上，你的头背后呢是一块玻璃啊，透光性也非常的棒啊。就坐了3个成年人，在那一刻怎么说呢？就是我只能说空间非常大，空调很凉爽。除了3个男人关在一个空间里头看电视稍微有点奇怪，我很快就退出来之外，我真心觉得这样的一个场景非常适合全家人出门露营，不需要带帐篷，不需要带空调。他们后期呢还会出充气的床垫，后面呢也有12伏180瓦的输出，车外呢有 V2L 的外放电，空气悬架呢可以抬升地板的高度，帮助你翻山越岭。所以X9 其实作为一台露营神器，可能这一块也是有不错的效果。那前排呢，先说副驾驶啊，这里呢是小鹏资源节约的地方啊。副驾驶座椅只有前后跟角度调节，所以严格来说，前排副驾驶是这台车能享受到功能最少的座位啊。前排呢依然有2个无线充电板，这是好评的。车机屏幕边框呢相比 G6 则继续收窄了，而且感觉亮度也有所提升，视觉效果很不错。方向盘呢是小鹏史上最好的方向盘了，除了这个 logo 稍微有点偏，但我并不觉得这个是什么问题啊。方向盘的发泡，这个厚度适中，握起来的手感也很好，多功能的按键布局也很合理。不过稍微有点可惜的是，这个方向盘是手动调节的。我倒不是觉得换司机调节方向盘有多麻烦啊，就是少了手动调节之后，就少了一个下车之后方向盘回缩、座椅往后退给我产生的这些仪式感啊。我再说一遍，空间这个事情永远都是够的，而没有了电动方向盘之后，少的也只是这种上车下车自动缩回、自动伸出的这种仪式感觉。那作为一台40万附近的车，其实可以弄上了。再聊一聊小鹏 X9 开起来的感受。开起来呢，如此前所说，方向盘是小鹏历史上握持最舒服的方向盘。5.3米的车并不会让你不愿意驾驶它，因为它的车头很长，仪表台前面又有一块巨大的空间，所以你扔一些证件啊，扔一些不太常用的小物件也是 OK 的。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尽量不要在仪表台上放坚硬的物体，毕竟这一块在碰撞之后容易拍上你的脸，对吧？车呢也使用了 MPV 典型的这种双 A 柱的设计，给了一个侧窗，减少了 A 柱本身带来的视野局限。
那为了节能呢，以及转向的考虑啊，4条轮胎都是235毫米的宽度，你非要用9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呢进大曲率的匝道，那对于这个车显然要求过高了。但是呢，你依然可以进得去，虽然车会有一点点推头的感觉，但是这可是 MPV 啊，请不要在这种路况开这么快 ，Don't drive too fast。这个车有2个配置，单电机前驱和双电机4驱2种选择，前者呢搭配最大功率约235千瓦的驱动电机，4驱车型呢搭配的是235千瓦加135千瓦的双电机。单电机呢就有7秒多的加速，对于 MPV 来说绝对是足够了。那静音这块呢，看你去跟谁相比。如果你是开阿尔法的，那你会觉得 X9 无比安静啊，各种时速下都很安静。如果你日常开 ES8，像我这样开 ES8这样的静音狂魔，那在时速11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你会觉得这台车应该是更吵的。我拿 Apple Watch 进行了一些不严谨的明鉴对比，那110公里每小时呢，大概跟ES8 120公里每小时的噪音是相仿的，前后排呢都差不多。那不过这个测试的不严谨之处在于呢，道路的颗粒程度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实际上从人的主观感觉来看，驾驶的时候你还是能听到从前机舱内部传来的一些声音，有风噪啊，有胎噪，有路噪，各种各样的声音会从那个位置传进来。那如果在后续的量产车中能把这一块压制一下，我觉得会做得更好。后轮转向绝对是这台车的重大加分项目啊！来吧，看掉头，典型的路口掉头。你不要说5.3米的 MPV 啊，就是5米多的 SUV， 如果只有2条车道，掉头也很困难，对不对？但是对于 X9 来说，这都不是事儿。再来一个无人机的视角，我们后面跟着的白色车呢是塞纳，正好也是一台 MPV， 这不是厂商所找的对比车，正好我们在掉头，我们看后视镜也有一个塞纳，我们就很开心啊，终于可以对比一下了。还有呢，跟 GLC 对比的时候，掉头的差距更加显著。单纯依靠后轮转向，小鹏 X9 5.3米的车长，却有着近乎 A 级紧凑车的灵活性，这给它的城市驾驶钻小路带来了巨大的优势。官方也很懂啊，他们的宣传片呢一直都在说这一点。后轮转向呢，还让车辆城市侧方位泊车变得更加简单，减少了大量的挪车需求。而且小鹏的侧方位停车能力那已经是炉火纯青了，直接干，毫无压力，支持自己泊进去。你看看这个前后的距离控制的真好呀！而且呢，他们还支持自己泊出库，这一块呢，小鹏真的是没有实际上的竞争对手的。后轮转向呢，除了低速提供了良好的灵活性，高速其实依靠同向转动也能帮助你提升变道的灵活性啊。X9 在高速上驾驶，我一般交给 NGP， 丝滑的 NGP 控制加上车本身的机械素质可以，即使你在高速进行一些变道的时候，车内的乘坐人员依然感觉到舒适。至于空气悬架，对，这也是一个标配的东西啊。上下车呢提供了更低的高度，高速呢提供了更好的稳定性。反正高速公路上的起伏呢，抛跳控制的都很不错。城市道路的破碎路段呢，受限于这一次驾驶的时间啊，我开的并不多，甚至说就很少吧，没有太多可以给大家反馈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大家在试驾的时候可以重点挑一下城市的道路，尤其是那些破碎的路面，尤其是一些起伏的桥，可以试试看用不同的时速通过，看一看这个车的抛弃感抑制的怎么样。这一块呢是我这次试驾没有很体验到很多的地方。而且呢，因为我这台车的胎压实在是过高了，那广州的天气很奇怪，早上呢甚至10度都没有，中午的时候呢24度，所以早上他们其实把车的胎压打到2.6、2.7，然后我们高速一跑到中午的时候，胎压直奔到3.1了。对，就是这么夸张。在3.18的胎压上，我跟你去聊舒适，跟你去聊别的，我觉得有点过分，因为胎压过高确实会造成车本身的一些反馈变得超出预期。能耗呢，我开的是单电机的车，而且呢，如之前所说，我的胎压是偏高的。我从广州开到珠海走的是高速公路，高速公路限速呢基本都是100公里到120公里每小时，然后也不堵车，所以我们就开这么快。毕竟我们 NGP 还会让它时速比这个规定的时速略高10公里呢，对吧？在这样的气温，在这样的时速下呢，这台车的能耗是17.7度每100公里。那我这台车是有101度电池的，所以实际上可以跑超过500公里了。当然了，如果你是城市驾驶，频繁的启动，就是你开个5公里停下来就歇了，车凉了，过一会儿呢，可能又再开个2-3公里，你这样开它的总里程可能没有500公里，但是那个能耗呢会相对应的升高一些。我也看到他们在跑城市场的一些媒体老师啊，如果你是一个4驱版本加上一些暴力驾驶，开到个22到24，
都不是什么问题啊。这就是一个很基础的物理知识。这么重的车，如果你低速不停的频繁的开，那差不多能耗也就是这样。但总之呢，就是100度电池的加持下，400多公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如果你买的是一个单电机的话，500公里的高速，在20多度的气温没有问题。驾驶方面呢，我还要着重说一说流媒体后视镜的问题，因为它有这个大彩电啊，所以不可能通过传统的光学的后视镜来看了。那就标配了流媒体后视镜，这本来是一个好评的。流媒体后视镜呢，只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后面的车距离你距离过近的时候，在流媒体后视镜上它显示出来的比例跟光学后视镜相比是不一样的。就车距离你还是有一定距离，你在传统的光学镜上觉得距离很合适的时候，流媒体后视镜上可能已经属于是怼脸拍了。这个呢是流媒体后视镜的一个通病。然后这个就有这个问题，明明它离我们其实还好，对，就感觉整个车怼上我们了。我们看正后方，对吧？但是你看就怼上我们了，就感觉就会有这种感受。然后另外一个其实不是问题啊，这就是正常的人眼视觉的问题。你去看左侧的后视镜，你看的是一个相对远的距离，对吧？你去看流媒体后视镜，因为它没有光学的那个距离嘛，那个初中的物理知识，镜子中看到的像的距离，其实跟物体的实际距离是相等的，对吧？但是呢，流媒体后视镜就不一样，它是一块屏幕，你看到的距离呢，你的视距是近的，所以呢，你去看中间的时候，你的视距呢其实是变短，然后你再看左边的时候，视距是变长。所有的流媒体后视镜都有这样的原因啊，你的人眼的视觉需要进行短距离跟长距离这样的反复切换啊，这个就是流媒体后视镜的局限性，所以这也没办法。但是 MPV 做到这个地步了，必须要上流媒体后视镜了，我很理解。我说这个并不是小鹏的缺点啊，是所有流媒体后视镜的局限。那 XNGP 这个就非常值得夸一夸了。首先，在高速公路上已经没啥特别需要提的，基本上都是零接管去开过去。城市道路呢，像珠海这样没有高精地图的道路呢，基本上也能开啊。虽然在一些需要掉头的地方呢，这台车会提示你啊，还是你要来接管。但是日常正常去跟车、正常去变道什么的问题已经不大了。那偶尔呢，它会有一些无效的折返，这些都是小问题，随着 XNGP 的逐渐更新迭代都可以解决的，这是小鹏的长项。所以到这儿还要再多说一句，买 X9，不管它以后出什么版本吧，你一定要买 Max 版本，一定要买带激光雷达版本，不然你就错过了这一套波澜壮阔的智能驾驶的浪潮了，好吧？记住一定要买。那能自己处理就有2个亮点，一个是我们的转弯半径肯定会很小，另外一个亮点是这车是自己倒、自己掉头的。来吧，变道，大哥。没过去。哇，好急啊！我知道有点难，你来。哦，看一看，这样起。啊，再见。好了，我来了。我们人工掉头，看看它的姿态。哎呀，就很方便嘛。来，我们轻轻的转一下。软件方面呢，本次更新了8295的处理器啊。说实话，小鹏在8155的时候，整个车机也是很流畅的。那8295呢，提供了更好的性能车机呢，确实也是更流畅了。流畅度一直都不是小鹏的问题。小鹏过去的问题呢，还是在一些诸如交互啊、UI 这方面的一些审美，还有菜单布局的一些逻辑上。但是天玑系统呢，这一次好多了，然后也支持了分屏的设定。分屏呢，要么你是按照比例分屏，要么呢你就是一个软件全屏。他们说后续呢也可以考虑就是自定义的这个比例，但是自定义的比例会变得更加复杂嘛，我理解。那本次呢，我只想好评的一点就是天玑支持在底下的 dock 栏。你可以把你喜欢的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往下拖，比如说有人就喜欢拖这个什么一键清凉，你把它拖下来。如果你想拖爱奇艺的图标，其实也可以。然后同时你把爱奇艺图标拖下来的时候，他们为了整体的布局一致性，还会给爱奇艺把图标换成自己的那个车机的风格。哎，这一块小鹏在审美上，在统一的布局上有了很大的提升，做的还挺好的。然后至于小 P， 小 P 的地位越来越低了，在 P7 的时候，好歹它还可以在左上角有一个重要的位置，现在 P7 已经挪到右下角去了，而且呢，恨不得把小 P 藏起来。但好在呢，智能语音本身这个功能，小鹏做的已经非常棒了，只是小 P 的位置啊，明显的小 P 从左上角移到了右下角，体现了小 P 地位的一些变化。然后我还要聊一下充电，这台车呢其实是有3C 电池的，官方给呢在最佳的状态下充电10分钟续航是可以增加300公里的，说的是 CLTC 的续航增加其实充电来讲，对于小鹏的 S4 来说，这样的比例是够了。那只不过充电的问题大家都知道，需要你的电池电量很低，需要周边没有人分你功率，对吧？需要这个场站的供电情况好。
就是需要电池的温度合适，需要比较严苛的条件。如果你随便去找一个充电桩，比如像我这次就随便找一个充电桩去充，它标称的自己的充电桩单装可以有250安，那理论上说小鹏这样可以跑到700多伏的车，充电功率应该挺高的。但事实上就是这个充电桩把自己的功率锁死了，它的总功率 P 就120千瓦。所以不管你的 U 电压提升怎么变化，你的那个 I 电流怎么变化，它总的就是120千瓦。所以这台车充电的时候也就是一直是120千瓦充电。所以这就是充电的实际问题。那也是你在高速公路上会面临的问题啊。说实话，120千瓦的充电桩其实挺快的，高速公路上有很多服务区用的是60千瓦的充电桩。所以这就是我说的一点，如果你真的有这种什么800里加急送公章这样的需求，还是应该去买100度电池的长续航的单电机，这样保证你能有500多公里的续航。这一点其实是挺重要的，因为在高速的充电体验，真正需要长途时候充电的体验真的是不好的。但这其实并不是小鹏的问题，这是整个充电的现状。就每个人梦想中都是10分钟充电就走，但事实上就是没有什么充电桩可以保证你无需看电量，无需看周边有没有人，分功率无差别的来，永远都是10分钟充300公里，没有，不存在。所以这是我对于公里数对于大家如果喜欢跑长途 MPV 跑长途这个需求，我知道是存在的一定是把自己的电池还是选大一点。然后呢，说一些小的遗憾，一些做的不是很好的地方先说一些交互方面的吧，比如说这个车的交互会有一些逻辑上的不一致，比如你摁门板按钮上它都是有一些震动的，你摁后排的空调控制也是有震动，但你摁冰箱的震动控制又没了，这会有一些不一致。然后像后排的座椅，尤其是你选行政座椅版，它虽然有一块很不错的机械控制的按钮，也很丰富，对吧？但是那些按钮就跟车整体设计的风格不搭，突然就蹦出了钢琴漆，蹦出了黑色的按键，就是让这些设计风格上还是要想一想。然后车窗对车窗的这个把手控制，上下车窗，尤其是前排的，是不是真的把方向弄反了呀？就正常的布局，一般就是向下走车窗玻璃下去往上勾，车窗玻璃就回来嘛。但是它这个前后好像真的反了。当然有说法是，如果你把它反过来改，又会有另外一半人说反了。那还有呢，就是门把手的问题。前门的门把手呢是个跷跷板，如果车在没有钥匙的情况下，在没有主动弹出的情况下，你是要手动按压的。然后后面呢又是一个平开式的，然后平开式的门把手中间还有一个点，你摁一下开门。虽然不影响操作吧，但是你总会觉得前面的门把手跟后面的门把手很突兀。你看，其实，在小鹏 P7 上，它4个门把手都是跷跷板，倒也还好了，对吧？到 G9 上也没有问题，但是到 MPV 上明明门把手有一些全新的设计了，是不是考虑把这些东西给它稍微的改的一致一点？那最后呢，就是电容方向盘，我知道 XNGP 做的很棒但是呢，还是尽量上电容方向盘吧。XNGP 已经基本上不再提醒我去扭动方向盘了，但是电容门把手轻松的搭在上面的惬意感，就是扭矩式的方向盘所给不了的，基本上已经不提示了，但是偶尔提示那么一次，都让我觉得不够舒适。所以这个小鹏的 NGP 这么强， NGP 的团队强势一点，把这个硬件给它加上去。最后总结一下，冰箱彩电大沙发，这个你看想造还不是随便造，而且造起来就是比别人做的更加好。觉得冰箱彩电大沙发是核心竞争力的，是不是对我国小家电的制造能力有所误解你看小鹏就轻松的完成了超越，对不对？MPV 市场呢，尤其是纯电的 MPV 市场，其实是非常难的。你看去看某些品牌，它的增程车型比上纯电车型比例，甚至可能会做到10:1。小鹏呢，确实在 X9 上做到了更好的产品力，更好的智能驾驶能力，甚至价格呢也做到了更低。除了要千里送公章的人群，我觉得日常家庭用户其实是可以极力去争取的。一定程度上，他们甚至可以去争取一些要买 SUV 的用户，因为毕竟 MPV 首先尤其是送孩子嘛，这是一个很经典的场景，对吧？避免了后门刹，开门刹都概率都小很多。而且呢 MPV 的上下车确实就更加方便一些。而且小鹏这么灵活的布局空间，对于日常在城市使用，甚至说周边的去露个营对吧？我觉得都很合适。这一块呢，反而是小鹏应该努力去争取的客户。我个人觉得，纯电 MPV 如果能通过良好的产品力创造出了本来没有的需求，那小鹏这一次做的就真的太成功了。现在他们从这一台产品的定义上，我觉得已经很成功了。大空间、好驾驶、智能化，而且还便宜还安全，哇！这一套小鹏这一仗打的真的非常漂亮。连我这个其实我是对 MPV 无感的人任何品牌让我去试驾 MPV，其实我都是拒绝的。
但是我看完广州车展之后，我觉得这台车无论我是否会买，我都应该来试一试。这就是这台车给我带来的一些眼前一亮的东西。好了，这就是本期短买的视频，对于小鹏的 X9进行了一个稍微丰富一点的评价，希望能对你购买起到一些帮助。那最终呢，你还是应当去自己去试驾一下。也许呢，你一试驾你会觉得哇，这个车比埃尔法好那么多，比 G8好太多，直接也就买了，对吧？好，这就是本期短买的视频，希望你能喜欢。如果对我视频感兴趣，不要忘记评论说订阅、买卖、买卖的头条、B 站、微博以及 YouTube 都有自己的账号。我们下期再见，拜拜。